若买房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男子的拥抱，忘了就好。像我那时候身上钱不够啊，我就没买男子嘛。啊，后来我看男子这样我就买美术馆你看美术馆现在不是也正在补涨吗？所以没关系啦。那现在台湾的焦点都在北高雄所以我买新湾区，故意的很触鼻我就问那个屋主说，我没直接问到屋主问房仲说新湾区好好的房子干嘛要卖然后结果那个房东说屋主要卖掉去买台积电，去抢台积电的房子。对啊，嘿啊就布局有看我会员影片都知道2030新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会非常夸张超级夸张，爆干强的夸张。那现在新湾区中古屋叫做没人理他，对不对我就去看看看，哇真香真的是香这就是有做功课带给我的自信。买房自产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为什么？正在涨的地方我反而会说你研究清楚再看要不要去大家都在狂买的地方，你觉得应该上车吗？先说结论，我觉得要看我不是那么建议因为你就可以找到你有做功课的话就可以找到为你带来更多回报的地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新成屋要怎么杀价，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自产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我的思考今天来聊一下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之前有一支会员影片嘛那会员影片拍在讲那个男子台积电高雄台积电那个蓝田国小要盖一个新的小学了这个封面在这边高雄台积电最新进度，蓝田国小它已经不新了啦这个我好像我7月8月的影片看新闻做房地产我做给你看，这样好，就是我功课已经做了然后都有那个教育局的公文都出来了，那个国小要招生多少人都查出来了。那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去买男子好问题好问题这真的是个好问题。先说结论，因为我做完功课以后，我发现别边更香啊这个我要先暂停说一下，就是我拍这个我不是说我推荐这里我功课就有很多嘛，那我就整理先来做你们现在都在行台积电，我当然讲台积电，要不然讲什么？就搞了完，我很推荐那个地方，不是这样那个会员影片会陆陆续续会拍其他高雄重大建设，那个不是说我拍哪里我推荐并没有，谁那么有钱每一区都买所以就我做功课的话做好玩的，然后就分享给你这样。还有比台积电更香的吗？有当然有我有做功课嘛这是一个我的思考，你听听看。就是我们买房子自产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人还没有来，那你去嘛，你赶快去嘛。例如刚才讲的男子，现在新成屋一坪已经开到超过45了然后中古屋现在你要买也是30几40几。我一直在讲那个案例因为他还没卖掉一个。反正就后进那边那个给他开到42，那中古呢开到42，那这个我以前在看才20几的东西那你中古现在普遍买起来大概20几年的中古，你买大概也要30几，这已经跟美术馆差不多价钱了呢。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那你干嘛不买高雄天龙国中之国美术馆？你现在才要去进男子，没有不可以嘛？对，你有钱，你爱买你就去嘛，对不对？会拿到不错的收益，没有错，因为大家都在买嘛，对不对？而且台积电到现在叫做还没开始上班等它开始上班稳定下来，供应链供应商什么都过去，应该值得期待。台积电高雄就是大家都在讲怎样要复制竹北经验嘛复制竹北复制南科经验嘛，所以我认为也没有不行他就还没上班嘛所以你现在去还算早但我没有那么推荐，我就美术馆了。那因为大家都在买所以你每个月看一次实登，你应该都高潮一次很好啊但是你如果是5年前3年前你就去布局男子一坪15万，对不对？好，我找给你看，就真的有嘛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嘛。男子我讲这个也会得罪男子的朋友，就是我以前高雄念大学，我们去到男子到傍晚尤其是晚上8、9点，然后我就觉得空气都酸酸的因为那个工厂什么的，所以我对男子的印象一直都很不好。好，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会改变的，就跟台北经验的话就林口嘛，对不对？林口以前晚上会起大雾所以说没的现在不是很贵，对，这东西是会改变。但男子以前一坪15万，你现在才要进去，你一坪要吃到30几万那这是不是相较之下你买15万，你是不是
你也不用看了每个月看实价登录刷新每次高潮，这样子你身体也受不了。所以你要知道，买房自产还是要考虑市场的热度就金钱的流向。那我要表达是自产男子没有不好只是它已经飙涨起来了。就像是竹北前几天不是预售给它开到86吗？那我相信之后应该会出现1坪100的案子但100以后嘞？你100以后你让它爬到150这个难度一定是高的，速度绝对是慢的。所以当我们以自产的角度来看，我现在讲的是自产角度周期很长的5年为单位不是炒作就那种1年2年就要跑的。我们是自产的角度来看周期很长的情况之下，我会说，那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挤进来了，所以它的获利空间会变小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这样了它已经变成红海了。红海会怎样？红海就是做的要死，然后毛利很低嘛，毛3到4嘛所以我们更合理的选择是什么？就找下一个蓝海嘛，对啊，就趁人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你把房子买下来等。那未来你就可以复制这个像男子台积电那种暴涨的经验这样不是很香吗？不然我们功课做假的。所以自产房地产要考虑的不是说现在多热你就要放5年，你应该考量是5年以后你好不好卖你现在很热，那你现在好卖，可是你现在是买房你现在要买的呢，对啊，考虑未来以后会有多热最后你要知道，自产房地产还要考虑相对价格那除了找到下一个蓝海以外，你需要再考虑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怎样相对便宜嘛？相对便宜这比较难解释，尽量讲就是说，如果你瞄准了某一个社区，那你就要找价格比较低的那一个面比方说，我们现在假设说，台北市政府它是一个社区大楼台北市政府，我现在讲台北市政府，这个连社区都不是吧，对吧？这不能买卖的所以总不能说我什么我炒房带风向了好，那假设台北市政府四四方方它是一个社区这社区不是会有那个4个面吗？对不对？假设啦以这张图来看，最贵的应该是租这一面松寿路这一面为什么就看101的 view 怎么会便宜？然后 C 这一面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它会比较便宜。C 这一面，你看那个 A 面前面有市府广场，那也会办跨年晚会然后那个 B 那一面它离捷运市政府站最近然后这个 C 这一面松之路可以说是就比较没东西，所以它会最便宜。我只是在讲个大概只是在讲图，不要再扯什么松之路有 A8 有信义威秀，我知道我就不想被贴标签，我拿这个台北市政府来当做案例讲就这样那如果这个台北市政府是一个社区，它要卖的话我会挑 C 这一面就比较烂了最好是 C 然后面中庭然后低楼层这样我不会买最外围我会买最里面那一圈为什么？因为它最便宜所以它买来出租最划算未来要补涨，它空间最大，因为你到时候银行建价实价登录是整个市政府的这个案子一起建，然后最高实价登录就会出现在面松寿路的这个高楼层有景观，对吗？你就可以蹭到它的实价登录所以我说实价登录双面刃就是这样它能够让那个比较不好的案子也蹭到一个最高价的建价，那最高建价反而你没有参考的东西因为你要突破新高，你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所以变成买方他可能自备要很多就这样所以这个逻辑，这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我们投资自产只讲地段，只讲投报率。所以假设在同一个社区那我就去找里面最便宜的房子，不要想说另一面靠101比较近到时候它会比较好卖不是，我的训练告诉我说就是找最便宜的这样能够最大化投资报酬率。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买房自产，原因是有观众问我啦，就为什么我男子的功课算有做，也做得蛮足的，但我自己都没有买他觉得我在带风向要干嘛的这个问题是尖锐的你自己讲男子你自己没买男子那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就找到更香的地方了嘛我买美术馆我买新湾区我也直接跟你讲对那另外我也分享了我在买房自产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思考那个逻辑嘛就是我认为我们要避免进入这个已经飙涨竞争激烈的区域，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而是它的涨幅会越来越收敛，越来越小。那我们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怎样？去找下一个有潜力的区域，然后在那边先蹲点
那并且记得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你要选择价格比较低的哦，未来补涨的空间它会比较大的房子，才能够最大化投资报酬率。买房自产你看投报，你就是会，你不管什么流派，你功课这样做一做，以市政府这个案子来说，你就是应该买那个啊，对吧？你任何流派你都会导向这个啦，我跟你说真的。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哦，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 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趁早布局吧，那这个也是做房地产功课的意义啊，我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你不要把我当老师啊，当教练或什么，我不配我真的只是一个都在看高雄房地产的闲人，然后会拍影片、会剪影片，让我自己拍着玩在那边分享而已好，所以你不要把我当老师、教练、明灯什么，我不配我比较像是你的同学就是有在做功课的同学然后收钱让你抄作业，只是这样而已收那个会员费。好 ，YouTube 的会员费，你钱是付给 YouTube， 不是直接付给我。然后 YouTube 拿完钱之后，他还要分3成剩下才会给我所以就这样，那交易是很安全的那我这个也没赚很多，老实讲但我现在就是拿它来降低我缴房贷的压力这样。但我自己就根据我自己做的功课我当然是相信我自己做的功课我花时间去做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市政府函了，这个对啊所以趁早布局绝对是做得到的。台积电要来高雄你是今天才知道，不是嘛？好，你多久以前知道？我告诉你它最早的新闻出现在2021年的11月。2021年11月，我拍这支影片的时间是2024年9月。对啊，9月14号。这差多久？它新闻2021年11月首次出现这就做功课你就会知道台积电有可能会来高雄，可能就在楠梓，可能就在中油炼油厂那个半屏山脚下。可是当时风向超级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你就再去挖掘方向指出来，你其他功课很好做，也不用你来做，你知道吗？很多记者就会去挖你再看那个新闻稿就好了，然后等什么？等议会质询嘛就我会员影片讲的那个嘛那个议员更狗血，我告诉你，他一定问就这样很触屏那骂来骂去了。其实我们做房地产就是这里好，你一定有时间做功课，你一定有时间反应。股票就没办法，我们动不动来个暴跌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你一定有时间做功课2021年11月做到，对啊，就多的是时间好，那重大建设、民间投资都不会是昨天讲今天就干它中间都会隔好几年让你去做功课，所以趁早趁早。若买房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男子的拥抱，忘了就好。像我那时候身上钱不够我就没买男子嘛后来我看男子这样我就买美术馆你看美术馆现在不是也正在补涨吗？所以没关系啦。那现在台湾的焦点都在北高雄所以我买新湾区，故意的很触鼻我就问那个屋主说，我没直接问到屋主问房仲说新湾区好好的房子干嘛要卖然后结果那个房东说屋主要卖掉去买台积电，去抢台积电的房子。对啊，就布局有看我会员影片都知道2030新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会非常夸张超级夸张，爆干强的夸张。那现在新湾区中古屋
叫做没人理他，对不对？哦，啊，我就去看，哦，看看，哇，真香哦，真的是香啊！这就是有做功课带给我的自信。我再声明一次哦，我都做高雄市区20年，应该都20几年哦的中古电梯大楼哦，我目前还没有买预售哦，真的诚实的讲，我目前没有买预售。我要是买了，也不会怕人家知道，我也不会偷买哦。我也会拍在会员影片，然后告诉会员说我为什么买这个预售，案子是什么，我图什么啊，就政策限制啊，没办法哦。总之就是这样哦，趁早哦，趁早，跟上一集讲到的东西一样哦，不好到好，它的利润永远是大于好到更好哦。那我就是这样想的，那我也是亲自这样子执行的，盈亏我自己负责哦，跟你分享。